被告人何国胜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。被告人郑秋冬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75万元。向左转。你大一的时候送了我，我觉得有必要继续读下去。那个渡边君一点都不像我，你不觉得那侄子跟你很像吗？真想要我死啊？他死了？我找周焕兰律师，我叫罗伊人，是他中学同学。我咨询过我司法局的朋友，现在非直系亲属探亲的手续非常简单。他在哪个监狱？北海，广西北海。直接向监狱的狱政部门申请就可以了。几年？5年6个月。哦，什么人啊？跟你什么关系？朋友，就是你大一的时候来我们学校看电影，帮你修自行车的那人。深沉哥，那不是你前男友吗？几乎旧情复燃，算吧。你这个花痴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说不清楚，好像无始无终。老白还在的时候。不会吧？你可是贞洁牌坊的代言人，你脚踩2只船。不，老白在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越雷池一步，信不信由你。你知道，我这人没定力。谁追得狠了，我就跟谁走。好像羊，容易被顺手牵走。就当那是爱情吧。那不是爱情吗？郑秋冬回来之后，我全乱了。我背着老白跟他好了。说实话，我很激动，也很别扭。不知道从哪儿横生出一种屈辱感，就好像偷的感觉。所以我下决心，我要跟老白挑明。可是就在第2天，他查出癌细胞扩散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不还是得像贤惠女友那样忙活着？即使这样，我也陪他走到终了，送他入土为安。你说我这叫脚踏2只船吗？你别介意，我就这么一说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？探监的事儿。你就会乱打岔。如果你只是单纯探监的话，跟监狱方面申请就可以了。身份证、关系证明，同学同事找个工商单位开个信，但是每个监狱不尽一样。我回头帮你打电话问清楚哪个监区哪个大队。你需要陪你去吗？你陪我有什么意义？如果他在里面有申诉、冤情或者有什么委屈，那我就有用。你想什么时候出发？越快越好。
主任啊，主任，小张先去忙吧。艺人啊，夏部长又来看演出了，你别走，演出结束有晚宴，夏部长点名邀请你参加。我请假，明天一早我要去外地，去外太空也不行。最晚到10点，K 歌我就不去了。袁队，陈秋东，认识叫罗伊人的人吗？认识。收拾收拾，3分钟啊，接见室。是你说的那个女孩？我不想见他。为什么5年半，太久了。 iPhone 3GS 马上就要问世了，知道5年半以前乔布斯在做什么吗？那个时候没有人知道 iPhone 是什么东西，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。5年半过得很快。对于她这个年纪的女孩来说，以后的5年可能是她人生的全部。 是苦等，还是随心所欲？里外就是10年。老刘，我在这里才刚刚开始，我不能给他留一丁点希望。我是做猎头的，凡事都想留个活口，不想做绝的。我这人人品太差，但不能再差下去。 绝望，必须让他绝望。走吧，你也不收拾收拾，就这副德行见姑娘。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罗伊人。你出卖了我可是一直都在为你打拼。出卖我，你能换来什么好处？我原来可以去投案自首，争取最轻的量刑。可是你连这样的机会都不给我，非要把我逼上绝路，还来看什么？ 还不够虐心吗？还是你到这儿来欣赏你的作品？你还真有脸再出现？滚回去！滚得越远越好！郑秋冬，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。艺人他一直惦记着你。屁话！你来当说客，你配吗？罗艺人是个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在男人之间跳来跳去，只顾自己快乐的贱人。 没事了，就是瞬间的情绪变化导致的缺氧休克。要住院吗？不用，已经醒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可以走了。他的心脏应该没有问题啊，谁说他有心脏病？你吓死我了！
我就使劲的喊你有心脏病。律师也撒谎，慌乱的时候是难免的，就像郑秋冬说的那些话一样。他为什么说完话站起来就走？那是因为说谎的人都是心虚的，他没有勇气面对听到谎言的人。不，他没有说谎，可以说是我出卖了他，把他直接送进了大牢。是我出卖了他，是我出卖了他，是我出卖了，是我这个。他能这个时候来看你是真爱，你能放弃真爱，以求解放这姑娘的未来，是大爱。你有多爱这姑娘？一刀必须两断，别分析我了，分析分析你自己吧。哎，老刘，要说我这做小制戒所的，和你这大猎头公司的 CEO 是同行，不算是不要脸吧？都是给人找工作嘛。不算不要脸，应该算臭不要脸。制戒所和人力资源怎么可能同日而语？有个庸俗的标准，制戒所是为没工作的人找工作，猎头，也就是人力资源，是为有好工作的人提供更好的工作。秋冬，你刑期短，你可以尝试学习学习。你是14年放，那个时候应该是这个行业大发展的时候，相信我们。好学吗？好学，难在操作上，你很会跟人打交道，适合做这行。怎么你一说我就动心了？为什么心动？说明你合适啊。所谓猎头，就是要把顶尖人才放到最合适的职位上，否则对人和职位都是损失，对人类和社会就是更大的损失。放眼世界，猎头有5大支数，有光辉、海思、易康达、士兵沙、罗盛，他们体现着人力资源的高与贵。咱们说回中国，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在猎场，用字说穿了就是一个词：判断。猎头核心是看人，人各有其面相、气场、心理、修为。曾国藩说：“邪正看眼鼻，真假看嘴唇，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。其中道理不可不研究。中学治身心，西学应试事。猎头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觉得你合适吗？”那我可拜你为师傅了。报告，你进来。连队，您找我？我听老刘说你想自学考试啊？好啊，想读书是好事儿。咱们这儿啊，就是监内自学考点，监区有教室，可以参加全国统一的自学考试。你想考什么，我们给你准备书还有资料。老刘说，以前有学员通过自考，还获得过减刑。没错。你想考什么呀？一般啊，考法律的多，还有考会计、文学的。3监区有个报考冷门的，畜牧。你想考什么？人力资源。你不用考虑，你就说你想考什么。就是人力资源。我说这事儿你先不用考虑了，咱们这儿人力和资源都是最好的。Human Resources 简称 HR， 就是人力资源。人力资源本身就是一门专业。哦，
我知道，那个人力资源嘛，啊，冷门啊，你得小心啊。来看你那姑娘回北京了，跟她一起来那律师啊要见你，申请已经递过来了。我不想去。他是律师，接见理由很难拒绝，说有些情况要跟你核实。什么资源？你想报考的？人力资源。我的想法实质和你是一样的，就是尽快、彻底、合理的终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。谢谢。我还想问你3个问题。请。你的组织传销犯罪，他一直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一直。你认为是他出卖的你吗？是，我说过了。那你恨他吗？当然，我恨他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把这些事情都告诉他。我想，很快他也会对你不抱任何希望。那就好。甚至对活着也不抱什么希望。再见。等等。请你回去不要瞎说。我希望他能好好的活着。从我到老白，再到我，他苦勤苦命，付出了很多，可是到头来除了折磨，什么也没换来。你要是他朋友，你就帮他忘了那个死人，还有我这个生不如死的人，将来应该是他得到回报的好日子。你要是让他对活着都不抱希望了，你又何必来见我呢？就逼着我说一堆绝情的话，送他去死吗？罗伊人会好好活着，你放心。我是他的朋友，说什么话对他有好处，我很清楚。但我绝对不会告诉他你还很爱他。当然没有。你依然爱他。爱他？笑话。作为职业律师，权衡是我的本能。即使这件事对我没有任何好处，我也愿意为他高兴。你还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家伙。自以为是的女人很无聊。骂几句你能舒服我就听着。我发誓，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你爱罗伊人这个事实真相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他。这是一个死无对证的事实真相。我愿意做你们之间的冰墙，只要对他有好处。谢谢。
丁哥，忘掉那个人渣吧，我跟他见过面了。监区队长跟我说，这家伙还要加刑。为什么？说他跟监区的一个男犯人在监狱的果园里面，两个人什么都没穿。我想我不用说，你就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我发现其实你对这个县政的现在什么样一点都不了解，你们只是空对空，意识还停留在你大一的时候。加刑几年？1年跟10年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懒得问。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我再帮你问一下。算了吧，回来，都过去了。你快回来吧，缘分已尽，多生无益。我谢谢你了。不用谢，北京见。郑秋冬，你是对的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Hurry! Hurry! I'm in a hurry. In a hurry. 祝贺你啊！下面请中院李立明副院长宣布对减刑审理作出的裁定。根据执行机关北海监狱提出的减刑建议书，3军区1分队第2小队服刑人员郑秋冬，服刑期间认真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积极参加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劳动，并于2010年2月记功1次，2010年4月被评为监狱级改造积极分子1次。鉴于以上表现，我宣布郑秋冬减刑6个月。小罗同志，张秘书，你好啊。夏部长也来了。哦，他陪外宾在对面全聚德用餐，想见他了。坐来说。哎，坐呀。哎呀，哎，这么艰苦啊？
中午凑合凑合。夏部长惦记着你呢。怎么样？这么长时间了，过去那个搞传销的家伙给你造成的痛苦，应该平复了吧？您吃饭了吗？啊，哎呀，夏部长可是个心细的人呐，我们再努力，都想不了那么周全。他呢，想着给你换一工作。换工作？你呀，早就应该换环境了。一呢，从精神上走出过去的阴影。二呢，也能更大程度的发挥你的才能嘛。什么工作啊？掌管一家公司。做公司？我可不懂。不懂可以学。金融、财经、MBA、EMBA， 想学哪个你说。再说了，辅佐你的都是些顶级的专业人才，有什么担心的？这里刚刚开始换设备，还正是需要我的时候。那还不是首长一句话的事儿吗？你的刑期短，减半年是半年。哥哥我就不行了，杀人罪减到家也是15年。您这大学问，10几年扔在这儿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我这算什么？有的人为此丢掉了江山社稷。细想想，真觉得壮怀激烈。不值。我以为您会觉得值呢。没有资源可以支配的人分文不值。我说的就是现在的我。为了一个女人是不值，把半辈子扔在这儿，可惜没有卖后悔药的。我不后悔。那您为什么觉得不值啊？为自己的女人冒险，我不后悔。但为此半辈子身陷囹圄，那就是不值。您这话矛盾吧？退一步海阔天空，这话对吗？啊，当然对。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这话也对吧？他跟退一步海阔天空矛盾吗？说白了，兄弟，人生就是体会矛盾的过程。就像你，明明爱一个女人，却要亲手把她毁掉，还振振有词。你是想帮她开始新的人生，可谁知道她出门会不会上当？您这话说的也行了，这话大众不说。等你出狱的时候，我要正式和你谈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大事，关系到你我未来的大事。大事儿。嘘。哎，你不是想再考个学历吗？我建议你考金融啊，或者是心理学。这两门太难了。春节啊，圣诞节这种大节，不是都在冬季吗？为什么都在冬季啊？不就是闲的吗？你现在不也是闲着呢吗？啊，闲着不也是闲着吗？得学点东西，学东西得学点难的。现在在正式的大学学习金融学专业的必修课，还有金融学导论、西方财政学、货币银行学、公司财务等等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讲金融学导论。啊，你们看，坐快点。哇！哟，我真笑了，真的。今天啊，多了，行的，没看过。从来没穿过，真的。我想啊，哎呀，你怎么知道？没见过吧？啊，门前。给我回来！不知道自己给待在哪儿吗？瞧瞧你们，就你们那样，还想自豪？还他妈想践行？玩蛋没戏！哎，没毛病吧？说话呀！师傅。我完了。你完了是什么意思？我不会说话了。今儿我在台上失语了。正常啊，沈从文第一次上讲台也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可我以前做过上百场的演讲，最多的时候有1、2千人，我怎么就失语了呢？精神世界在发生某种变化，潜意识开始拒绝一些他认为不好的东西。也许你的潜意识会认为你的那些演讲是欺骗，是谎言，是丑陋的技能。内心接到暗示，开始产生排斥的表现，这些表现就是你现在的失语。会一辈子这么下去吗？鬼才知道。也许将来你的自信回归以后，你的心理和生理上的某些特征会自然回归。也许是这样。精神分析我也不懂。各位队长、管教，你们好。下面是我的汇报，不好的地方，请多多批评。各位狱友，4年时间，我在政府、领导、各位队长管教的教育下，读了一些书，自学了42门课程，获得了2次减刑的机会。感谢各位恩人，一想到能提前1年走出去，我就想，各位狱友，努力加油，希望都能早日体会我的这种幸福。师傅，您之前说等我出去的时候要跟我谈件事儿，现在是时候了吗？我们互相信任，对吗？当然，您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发自内心的尊重。我进来7年多了，07年老母亲去世，埋在老家的墓地。去年老爷子也走了，据说现在骨灰还在殡仪馆。想起来心就寒。你要我做什么？我进来前在北海北部岸中路买过一套房子，用的是我父亲的身份证，本来是给孩子上海城2校准备的。现在孩子跟他妈出国了，老人也不在了，那房子彻底没用了。你出去帮我把它卖掉，市场价就行。委托书回去我就写好，相关的证件、文件、手续什么的，你处理。
出去找一个人，我已经都交代好了。师傅您慢点，您是要……听我说，听着好吗？房子卖掉就在仙人墓园买个双木，要位置最好的，请你代我行孝。把我母亲的坟迁到这儿来。我没有兄弟姐妹，表兄妹的人品很差，但只要给钱，应该没有问题的。我父亲的骨灰在殡仪馆，只要按照他们的价钱付钱，骨灰应该能取走。我记一下。不用记，都不用记，你听我说就行了，好吗？我都会给你写好的。生前不能尽孝，死后只能这样。双墓旁边买一个单墓，是留给我的，这很重要。应该还剩90多万。这么多？那房子离中山公园很近，又是海城2小的学区房，现在更贵。给我留出30万，剩下的钱都留给孩子。他在英国读书，到时候你找一个朋友把钱留给他就行了。您可一定要写清楚，我记不全。我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几百万的钱，您就不怕我卷款潜逃？你敢吗？那样的话，我们很快在这儿又见面了。你绝不会想再回来的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想成就点事儿。我在顶级的猎头公司做过13年咨询顾问，从美国到中国，看家本领就是看人。有人说赌玉难，10赌9输。要我说，看人比赌玉难100倍。石头不会变，人心隔肚皮。我看准你了，就不怕你卷款潜逃。我这辈子栽过2次跟头，输得精光。再见到几百万的钱，不知道能不能把持得住。现在说没问题，可真要把钱攥在手里的时候，你是说我刘亮体是个愚蠢的人吗？愚蠢到相信你这种人，而你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吗？是吗？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，比如我是不是坏人？你认为你不是就不是。坏人也做好事，好人也做坏事，所以不必想自己是好是坏，只要做人有底线，你就坏不到哪儿去。我算有底线的人。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像一只蠢猪。没有异议就在这儿签字。刘亮体委托你办的事儿啊，你尽管帮他办就是了。一旦有特别的情况发现，一定要告诉我啊。特别的情况，哪种啊？你真不明白吗？出去打算干什么呀？真没想好，很矛盾。矛什么盾？我又想做事儿，可又怕难做。我们这种人很难得到别人的信任。你对自己有成见吗？有，我很在乎。这几天我老是胡想，希望一觉醒来，这几年都是假的，我从来都没进来过，进来也没事儿，会有一个神秘马良给我画一张脸，让我变成另外一个人。胡思乱想，你就是你，能变成别人，也变不了自我。往极端处想啊，势必会往极端处走。那样的话，新的不信就该敲你门了。谢谢。
月光飞入窗户，夜的脚步，留下孤独，声声穿透来去的路。落叶和谈回首，风的爱慕，那些孤独点点散落，汇成迷途。生命的旅途啊，我不知道有几多疼痛，总是被岁月缝合的伤疤，时常由心中默默地发芽。爱情不会说谎，只有心在静静挣扎。天空盛开的泪花，我将永远相信它。月光飞入窗户，夜的脚步，留下孤独，声声穿透来去的路。落叶和谈回首，风的爱慕，那些孤独点点散落，汇成迷途。生命的旅途啊，我不知道有几多疼痛，总是被岁月缝合的伤疤，时常由心中默默地发芽。爱情不会说谎，只有心在静静挣扎。天空盛开的泪花，我将永远相信它。生命的旅途啊，我不知道有几多疼痛，总是被岁月缝合的伤疤，时常由心中默默地发芽。爱情不会说谎，只有心在静静挣扎。天空盛开的泪花，我将永远相信它。